Hello，大家好，我是奶爸。今天咱们说一下 C 反应蛋白。那么 C 反应蛋白高说明什么？ C 反应蛋白的正常值是多少？以及如何降低 C 反应蛋白的水平。C 反应蛋白是一种血液中的蛋白质，它可以反映身体是否有炎症。C 反应蛋白高说明什么呢？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感染，细菌、病毒、真菌或者其他微生物感染都可以导致 C 反应蛋白的升高。其中细菌感染时 C 反应蛋白升高更明显，感染的部位可以是呼吸道、消化道、泌尿道、循环系统或者盆腔等等。二、组织损伤，有可能是外伤、手术、放射性损伤、心肌梗死、胰腺炎等，都可以引起组织坏死或者损伤，从而激发 C 反应蛋白的产生。三、结缔组织病，那么风湿性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系统性血管炎等等，都可以引起免疫系统异常活化，导致 C 反应蛋白升高。四、恶性肿瘤，肿瘤的生长、转移或者坏死，都可以刺激 C 反应蛋白的合成，特别是肝癌、肺癌等。那么以上是一些常见的导致 C 反应蛋白升高的原因，但并不排除其他可能性。因此，如果您发现自己的 C 反应蛋白高于正常值的话，建议您结合自己的临床症状和其他检查结果，及时到医院就诊，寻找具体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那么 C 反应蛋白的正常值是多少呢？其实呢 ，C 反应蛋白的正常值可能因不同的检测方法和实验室而有所差异。一般来说，标准全血 C 反应蛋白测定以毫克每分升或者毫克每升为单位，正常值是小于1毫克每分升或者10毫克每升。超敏 C 反应蛋白测定以毫克每升为单位，正常值小于2毫克每升。免疫扩散或浊度法以微克每升为单位，正常值的范围一般是在800到8000微克每升。如果您的 C 反应蛋白超过了正常范围，可能意味着您的身体存在炎症或者感染等情况，建议您结合自己的临床症状和医生的建议，进一步的检查并治疗。那么如何降低 C 反应蛋白的水平呢？降低 C 反应蛋白水平的方法可能因不同的原因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建议，比如服用多种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C、维生素 E、叶酸等等。那么这些维生素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还有就是咱们可以遵循地中海饮食，多吃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比如橄榄油、坚果、鱼类等等。这些食物可以抑制炎症的反应。还有就是每天用牙线清洁牙齿，预防牙周炎，因为牙周炎也会引起全身性的炎症。要多吃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食物，比如亚麻籽、核桃、沙丁鱼、金枪鱼和鲑鱼等等。这些食物可以降低过氧化氢的生成，从而减少炎症。还要坚持适量的运动，避免高脂食物，减少体内脂肪的含量，因为脂肪细胞也会分泌炎性因子。多吃高纤维食物，比如水果、蔬菜、全谷物等等。这些食品可以降低胰岛素、胆固醇和血压，从而降低炎症的水平。除此之外呢，还要多交朋友，保持快乐的心情，减轻压力，因为抑郁和压力也会提高体内应激激素水平，导致慢性炎症。如果您的 C 反应蛋白升高是由于某种特定的疾病或者感染引起的，那么您还需要针对该疾病进行相应的治疗。例如，如果您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您可以需要服用抗炎药物或者免疫抑制剂等药物来控制您的病情，并咨询您的医生，以获取更加详细的个性化的建议。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内容，我是奶爸，咱们下一期再见。